曹操好色吗？非常好色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有25个儿子的男人能不好色吗？除了有曹丕、曹植，还有那个丞相的曹冲，还有谁呢？接下来我们好好来唠一唠曹操好不好色这个问题。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。杜牧说了，如果东风不给周瑜提供方便的话，江东美女大乔、小乔就要被曹操锁在铜雀台里了。然而假设只是假设，它是诗人天马行空的想象。实际上，大乔、小乔和曹操素昧平生，根本没有什么人生交集，那又是怎么跟曹操扯上关系的呢？东汉时期最著名的3大美女就是大乔、小乔和甄宓。肯定会有人说，那貂蝉呢？我们一般认为貂蝉是虚构的人物，这个先不细讲。那么二乔到底有多美呢？史书上记载语焉不详，三国志里只说是国色。汉末三国兵荒马乱，大乔小乔呢算是乱世佳人了。乱世是英雄的年代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，美女只能是附庸了。据说二乔的父亲乔公本来好好的带着大小乔在安徽的宛城隐居。建安4年，东吴的周瑜和孙策带着军队攻下了宛城。江东二乔的美名早已经是家喻户晓。孙策和周瑜在打了胜仗之后呢，双双抱得美人归。孙策娶了大乔，周瑜娶了小乔。据说当时孙策和周瑜都是25岁，大乔18岁，小乔16岁，正值青春年少，真是美女配英雄，花好月圆，羡煞旁人。杜牧并不是唯一把二乔和曹操搁一块想象的人，罗贯中也是其一，而且还把诸葛亮扯上了。诸葛亮怕周瑜不信，他就添油加醋地说，曹操的儿子曹植奉曹操的命做了铜雀台赋，文中就写道：揽二乔于东南西，乐朝夕之与共。周瑜一听这话，肺都要气炸了，当下就决定联合刘备向曹操开战。其实啊，铜雀台赋中的二乔指的是2座桥。季生瑜、何生亮在和诸葛亮的较量中，周瑜一直是处于下风的，但唯一有一件事情他彻底赢了，那就是诸葛亮娶了丑女，而周瑜娶了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。当然这些都是传言，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。三国志里只有东座铜雀台这寥寥5个字，从这5个字中就能延伸出这么漂亮的故事，也真是辛苦这些文学家了。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河北的美女甄宓。甄宓和曹操有关系吗？她和曹操并没有关系。甄宓原本是袁熙的妻子，曹操在攻入河北之后，曹操的儿子曹丕抢了她。后来曹丕的弟弟曹植也喜欢甄宓，后来曹植有著名的《洛神赋》，有人就传言曹植是按照甄宓的原型来写的《洛神赋》。没办法，已经成嫂嫂了，那只能通过文章来表达自己的爱意了。所以在《洛神赋》里有许多形容美女的句子，比如说明眸善来，凌波微步，气若幽兰，再比如说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。曹操啊，还有一个著名的绯闻女友蔡文姬。有人说曹操费了那么大劲儿把蔡文姬从大漠草原要回来，能不喜欢她吗？按照男欢女爱的逻辑，倒也是说得通。但实际上曹操极有可能是出于大局的考量，他把蔡文姬从匈奴那里接回来，为的是证明中原在他的治理下正蒸蒸日上。而实际上蔡文姬也并不十分愿意回来，因为他舍不得自己的2个儿子，也就此创作了千年名曲《胡笳18拍》。回来后呢，曹操做媒就把她嫁给了屯田都尉董嗣。蔡文姬是著名的文学家、书法家蔡邕的女儿。流言止于智者，曹操和蔡文姬的这段绯闻也该了结了。事实上，曹操好色也有确凿的证据，从他有那么多的儿女就能看出来。据说啊，曹操有25个儿子：曹昂、曹丕、曹彰、曹植、曹冲、曹据、曹宇、曹林、曹衮、曹玄、曹俊、曹干、曹彪、曹整、曹军、曹徽、曹茂、曹雄、曹硕、曹居、曹尚、曹勤、曹成、曹京、曹吉。这些儿子都是谁生的呢？卞氏、刘氏、杜氏、秦氏、尹氏、王氏、孙姬、李姬、周姬、刘姬、宋姬、赵姬。他真的是妻妾成群呀！其实传言有相当一部分原本是别人的老婆，比如何进的儿媳妇尹氏、张绣的婶婶邹氏、秦宜禄的妻子杜氏等等。所以曹操又有了喜欢已婚女子的名声，也就有了现在的孟德综合症。
其实啊，从蔡文姬一事，我们就可以看出曹操的好色是很有大局观的。因此，也有人说曹操并非好色，他就跟皇帝一样，为了江山社稷，为了收买人心，有时候啊不得不这么做。各位看官，你们怎么看呢？